各位球朋友，欢迎回到113年的第8届桃园原住民联盟杯的慢速垒球锦标赛。我们在今天的7月7号下午将进行的比赛呢，将会是最后的4强的名次赛。第一场比赛将是由法尼斯跟韦德西哈尤进行的季军战。大家好，我是陈凯，将为您做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那这场比赛我们会邀请到呢桃园市原住民慢速垒球联盟的理事陈维良陈理事来跟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比赛。陈大哥好，你好，好，那今天的比赛也一次在这个一场原住民的杯赛自己的嘉年华总算打到最后的2场的关键时刻这2天的比赛里面打得非常精彩，好像当然来这边打比赛的不见得都是桃园的原住民对，这个比赛是开放给全国的原住民的族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报名的。那今年他们也说，其实桃园自己的球队其实原住民球还蛮多，这次来光这15队里面有7队大概一半都是桃园队。对。不过这个打到最后阶段那就不一定最后这个打到最后的关键的比赛里面呢，就桃园的球队应该是法尼斯吧？法尼斯是法尼斯球队，但是法尼斯球队就是在这次比赛里面唯一一个进入4强的地主队伍啦。这样讲起来，不过也没有打进冠军赛。不过这比赛常常都是一两球之间的差距没有错，因为就是说球是远的啦。对，大家也尽心尽力能打到4强，应该是算顶尖的球队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第一天如果打预赛淘汰，那就2场就结束了。那今天的话，如果你8强被淘汰，就多打1场。但是你打到了4强，你再怎么样还是有季军战可以打。我跟你说，这个你在一场杯赛里面一天就是。怎么讲就算是就会打到5场比赛吧就是第一天2场，第二天可以打3场比赛。对。那这个报名费就不亏了开个玩笑这个报名费也不贵了就是这个比赛真的也不是，我想协会也不是，这个联盟这边也不是靠报名费在我看整体的比赛的规模包括这次还有这个比赛的场地的整理然后裁判主任，其实我相信报名费当然是不够了，还是需要各企的踊跃的捐书需要一些企业啦、政府啦来去支援帮忙。对，好，那这场比赛开始那由法尼斯先攻，第一棒是背号8号的范立维，第一球强猛力一挥，好球一个。这次比赛里面法尼斯大概是最辛苦的，因为刚才前面才打完这个前一场的4强战然后在前面的8强他们也是打今天打了第3场比赛了。对，三垒方向滚球穿越了三垒手这边，再到游击手也来不及接，范立维过了1垒还想往2垒冲 ，safe。哇，其实球漏的一直滚到了左外野那因为三垒手跟游击手都要去接，然后呢都没接到，所以球滚动速度变慢了。变慢之后，范立伟其实就是没有要停脚。你看这个球，第一个球守的比较前面越过了三垒手，然后游击手差一点点扑没扑到，那球就慢慢滚。所以呢，范立伟一开始就冲上了2垒垒包，有一个好的进攻开始。这是非常好的第一棒代表。从一开始这一棒打完之后，第2棒则是赖嘉欣。没有人出局，站上2垒垒包。那今天比赛这场比赛是季军战季军战跟前面的比赛有点在比赛的规则部分也有点小小的不同。对，就前面的比赛都是打到50分钟，打到50分钟那一局就结束比赛。是，就是那一局如果是打到第5局打完，反手接没有接到，再传向1垒还是来得及 out。在2垒的跑者范立伟并不敢动，赖嘉欣则是被1垒手刺杀出局，1人出局，跑者还是在2垒。就是之前的比赛4强以前的比赛都是打50分钟，50分钟那一局到了时候的那一局打完就是一到点那一局就打完，比赛就结束了。但是打到4强，打到季军战跟冠军赛呢，这场比赛是要打60分钟的。这球2垒手之后高弹跳接起来之后传向1垒，没有接好球，2垒跑者越过3垒之后跑向本垒，这个球可惜了。杨正浩这个球打到了高弹跳球其实第一时间是没有办法好好处理。那么杨正浩呢，本来就是有机会跑出一个内野安打，但重点是1垒手没有接到球，太急促了。对，传球。那觉得说还想没有，其实已经离开垒包，因为高弹跳不好传，不好传。对，没有错。好然后本身杨正浩的脚程又不错，也蛮快的。对。那安打上垒之后，1-0，现在法尼斯已经先持得点，轮到打击的是第4棒的王家威，挥棒。但是没有可能擦到一点球皮2个好球，2个坏球。
是来对打的是韦德西哈尤哈，韦德西哈尤倒是这次第一次，虽然说他们都是分组冠军，他们是第一组的分组冠军，但是到这次才第一次啊，然后季军赛才第一次出现在转播场地，那前面都是在另外一个场地比赛哦，都在 B 场地，都在 B 场比赛。今天投手是韦若凡，韦若凡应该是算北部蛮有名的一个王牌投手哦，是，对，而且他们都从宜兰过来这边打球，是宜兰的球队，对，宜兰的球队。那刚才呢，韦若凡保送了王家威，轮到第5棒的是林梦祥。我想韦若凡大家看到一开始他投球哈，当然可能球迷朋友从画面上看不太出来，不过他现场他的球非常高，非常高，非常高。对哦，这1等1的王牌投手，对，丢到这么高，最怕的就是控球不太好了。对。但是呢，他基本上刚刚控球啊，也制造了一个出局数，现在是1出局攻占1、2垒，这就挥棒打击平飞球。韦若凡自己接起来，漂亮。好，那他也不传了，因为垒上跑者没有动。第5棒的林梦祥直接被投手接起来，哇，平飞球，精彩。那在1垒上还是王家威，在2垒上还是杨正浩，还是2名的跑者，2人出局。轮到打击是第6棒的黄富生。他的就是韦若凡的球，就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到现场来看这个球有多高，因为都会出镜啊。大家如果看比赛转播画面的话，哇，这球一丢上去，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球会再重新飞回画面里面来。对，然后打着就要打了。他应该是在所有这参赛队伍里面投球算最高的一个。最高的哈。昨天我们也看到，其实至尊投手战有一位吴世仁的左投那野超是相当高也是相当高这个比赛里面。刚刚也请教了裁判老师啊，就是他在国际上打慢支垒球其实是有高度的限制，但是那就没有。好，这个球传到2垒之后来得及，直接在封杀跑往2垒的王家威，第3出局数，在1局的上半呢，法尼斯攻下了1分，目前1-0领先。再打到了1局的下半轮，由韦德西哈尤的进攻。韦德西哈尤这个球队，我觉得韦氏家族啊，看起来都是一家人很多。对。好，第1棒的江浩然打出了穿越中间方向的平飞安打，安打上垒。这是幸运。第1棒安打上垒之后，轮到第2棒的是胡成龙，6号9号的胡成龙。今天比赛因为要打60分钟的话，可能就有可能会打到6局甚至7局。如果打的节奏快的话，不过慢垒一向也是要跟时间竞赛啊，所以如果你打大局的话，占到比较多的时间，哇，这就扑到地上就没有接到穿越游击手的安打。接下来第2棒的胡成龙也敲出了安打，江浩然趁着这一支安打进站到了2垒得分圈。一开始虽然1局上半丢了1分，不过1局下韦德西哈尤马上开始攻势哈。4强赛所有的打击都算不错，选手都
真的打到4强的关，当然这2支球队是4强败下阵来的球队。对对对。不过其实比赛都还蛮接近的、在今天上午的比赛里面，4强赛分数都不高，都拉锯的都相差蛮近的。对，这个法尼斯是2比3，1分不敌原动力多元家族。那么韦德西哈尤则是0比6输给北海雪域相思，就差距就还好。这个比赛打的是5局7分、4局10分的这样子的期间结束性。那今天其实就我这次看的比赛，大部分也好像就1场还2场期间结束吧。也不多，也不多，基本上大家都能够打到1个小时打完哈。好，现在的林世伟的球数是2个好球3个坏球，满球数。第2垒的跑者就挥棒打击出去，3游方向的滚地球，有一手接到球自踩3垒垒包，再传2垒 ，double four，double play， 精彩。这应该看是 double play。对对对。3垒的跑者6传。对，6传4。对，然后只剩下1个1垒的跑者了。对。应该是6传5，然后5再传4。林世伟这1个滚地球1棒死2个，但是自己还是正传进垒了。轮到打击的是第4棒的彭诗胜，现在已经2人出局，跑者变成停在1垒，还少了1个2垒跑者，就挥棒打了一个界外球。其实像这种天气在打球其实都靠球员的意志力，因为这太阳底下太热。一般的话，像平常在桃园的办比赛的话，中午还是照排嘛，对不对？一样，没办法，就是这个是天气照排。我常常都跟大家说，大太阳是很辛苦啦，不过总比下雨没得球打要更好。对。事情要往这边看，哇，这个球一开始没有接好，那么跑者就多进占了1个垒包，打者也上到2垒，而且好像还是没找到球。找到了，哇！这一棒呢，前面的彭诗胜是安打，然后呢，林世伟是因为已经2人出局之后所以就一路往跑上了3垒的垒包，彭诗胜自己也乘船上到了2垒。这要奖励那个前一个跑者，他积极跑垒，对，他往前跑，对，后面打者才能往前跑。对，好，第5棒的是吐司爸爸江肯。江肯是一个职业军人退伍。在今年的比赛，这一棒打出去，2垒棒穿出去一次安打，哇，这是安打掉分了，掉1分，第2分回来了吗？out，哇，第2分居然来不及，太过于积极了。哇，精彩的右外野手背法尼斯的吕明杰啊，哇塞，不落地长传。那么当然前面那个彭诗胜还是回来，然后跟着林诗伟是回来，但彭诗胜是死在本垒之前，被一个外野手助杀，9传2的助杀，但是呢也回来得了1分，所以现在追成了1比1的平手1比1的平手。觉得这个江肯刚刚是打出安打，应该是安打上没有错，但是安打可以留下了残垒。一个右外野回传的美技。对，那这样右外野回传美技。好，所以第1局其实他们算是打出了4支安打，但是才得1分，得1分，对，效率要加强。这就是因为在跑垒的失误上是造成的。对，如果不冒进的话，我想应该这个3垒跑者不回来的话，攻势依旧是存在。对，没有错。好，现在比赛要来到了2局的上半。轮由法尼斯的进攻，目前1局2队都各得1分。打击的是江建国，一棒就捞出去，落地变成一支安打。也没有要冲2垒，先停在1垒垒包就好。左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上垒。接下来打击的是第8棒的黄胜杰。挥棒打击出去深远，但是有没有机会呢？有没有机会接到呢？没有机会接到 ，over 了 over。那么原来的江建国拼命过了2垒，再过3垒，黄胜杰自己也过2垒到3垒，看看有没有机会呢 ？safe。哇，这次长打上到了一口气上到了3垒垒包。
2局上一开始还没有人出局，就添得1分。黄胜杰这一球打得远呐，对，抛得蛮好的。对，就看到野手一直往后退啊，那只是说。我们也看到很多野手退到最后接得到，就是真的接不到，还差了大概2公尺左右。对。好，黄胜杰现在站上3垒垒包，左外野方向的3垒安打。轮到打击的是第9棒的邱耀祖。你看，现在就是法尼斯的最佳第10人加油团，真的。而且他们在应该是离我们的麦克风收音的位置还蛮近的。对。没有问题。好，继续来打邱耀祖这个球。一开始今天又是4个坏球，没人出局。现在1、3垒有跑者，在1垒上保送的邱耀祖，3垒上只是刚刚打出长打的黄胜杰。轮到打击是第10棒的张喜业。挥棒打击出去穿出了3游的防区。那么在3垒的黄胜杰很轻松的跑回来得分。在1垒的邱耀祖则是上到了2垒的垒包，张喜业上1垒，感觉有点抽筋的样子。天气太热。脚不舒服了。哪一位？1垒。1垒吗？对。你说刚才上垒的张喜业吗？对。好像有点拉到，是不是？对。好，那现在决定要换代跑，换上来是背号14号，法尼斯背号14号的王家宏是。像这种天气热水分补充不够的话，就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带冰袋上去比赛。好，这球打出又传出去了，1、2垒之间，打击的是吕明杰在这安打以后呢，好，现在1、2垒的跑者都分别进2、3垒，但是没有冒进因为其实外野手已经趋前了。攻占满垒。邱耀祖上3垒，那么刚刚带跑上来的王家宏上2垒，打击的吕明杰上1垒。现在还是没有人出局，又是满垒，已经得了2分。这个半局现在是3-1。又轮到第1轮的第1棒，第2轮。对，轮回第2轮第1棒范立伟，好球，没有打。刚刚提到韦德西哈的先发投手韦若凡其实在这个半局受到很大的乱流，对，应该算是他的打击这个球都被浪得蛮扎实的。刚掉球，扑到一地上，就来得及踩2垒垒包吗？来不及啊！但是呢，现在3垒有人动吗？没有。好，那原来在3垒的跑者就回来这靠着范立伟的这个滚地球呢，回到了本垒，得到了第4分。王家宏上到了3垒，吕明杰上2垒，范立伟自己上1垒。这个球你说也算是内野安打啦，对，进垒也可以，因为这在高弹跳垒球垒包比较近，是这高弹跳野手想要积极的去抢球，赶快快传1垒，可是来不及，有一点慢了对，其实在自己身长前才弹跳落地球是最难处理的，然后还用扑的方法，已经尽了全力。对，韦若祥其实这个球直接是扑到全身都是土了，但是一时之间是看不到垒包在哪里，因为尘土飞扬所以好，现在还是满垒4-1了，没有人出局，打击的是第3棒这边也换代打了，赖嘉欣第二棒赖嘉欣，对，好，接到球之后先传本垒，再传3垒 ，safe， 没事，好像是有想要挑战的意思，想要挑战我们跟我说过，这个4强的比赛名次赛里面，第一个是比赛时间60分钟，第二个是裁判从2位变3位，当然更多。第3个就是增加了现场的重播画面的辅助判决系统。这对精彩度还有一些判决上是蛮确实这个球还蛮接近的。对。好，就要看3垒这边
是球先到还是人先到？当然，这个球是必须要 touch 的。没错。三垒包是要 touch 的。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画面。好。当然，刚才是传三垒嘛，对。所以大家听那个球，三垒跑者是回来了。三垒跑者回来的话，那王家宏就得到了第4分，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对。但是2垒上3垒这个不知道，1垒上2垒的跑者也没有问题。是。好，最后决定是out。辅助判决过后是判out。所以2垒上3垒的吕明杰被触杀出局。那就是这场第一个出局数，第一个出局数。这也是今天比赛所有第一次用到辅助判决的一个。对。荣耀打击的第3棒的杨正浩，1、2垒有跑者哈。结果跑回来了，再添1分。杨正浩挥出了外野的安打。安打上了以后，赖嘉欣上2垒，然后呢，范立伟是直接跑回来了。对，范立伟是从3垒直接回到本垒，攻下了这个半局第5分。目前还是只有1人出局，打击的是第4棒的王家威。王家威这个选手之前有打过桃园航空城棒球现在目前在教国小棒球。对，目前是1、2垒有跑者。对，没有的，3垒空的，3垒那个被辅助突然就擦掉，对，是这样，对。好，那确定一下这边是一出局，1、2垒有跑者就打出1垒方的滚地球，自踩垒包。已经3人出局了吗？对，好，3人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进攻，但这个半局法尼斯一口气攻下了5分的大局。4分吗？好，应该看一面记。好，那给4分。给4分的话，对，没错，给4分的话就是加上第一局的1分就是5分的大局。挑战只有1次。跟大家报告一下挑战的规则，每一场比赛只有1次挑战失败的机会，应该这样讲。对，像刚才如果是韦德西哈要挑战的话，如果他挑战成功，他就继续保有这次机会，再一次。那如果是挑战失败就不能再挑战了。对，没有。比赛才到第2局现在是2局下半。法尼斯的进攻但打击的是第6棒的吴之荣，挥棒打了一个游击方滚地球，有接到时候轻松传1垒 ，out。现在才到2局下半，感觉比赛内容已经很丰富了。对。有挑战，有这个得分，有大局。1人出局之后，轮到打击的是第7棒的韦若祥。而且选手在打击、跑垒、拼劲都还蛮认真努力。那打到现在已经都铜牌战了，对不对？好歹是第3名。前面4强当然输的可惜，但前面也都是赢球。对。打出去一个很软弱的1垒滚地球，1垒手接到之后自踩垒包。轻松的一个追求。韦若祥出局之后，2人出局，没有人上垒。接下来打击的是第8棒的韦若凡，韦德西哈的王牌投手。是。
就这队有从总教练到大家都姓韦，我想应该就是同一个至少是同一个部落，搞不好甚至是一家人。对，今天比赛的挥棒打进去，二垒方向越过二垒手落地，形成一支安打。今天就是说，其实这次比赛前做一些准备的时候，觉得这个名单上有职棒选手，有田径选手，有什么，就像。这队韦德西哈其实是在报名单上面，其实是有一位大运会的金牌选手，这个吴宙威。不过他今天应该是没有来。他今天是大运会的金牌，而且在台湾练球的田径是全国前10节的选手。这个就是今天可惜没有今天就是没有机会来啊。就是说，当然我们赛前做一些准备，他现场来的不见得当天会到，会到。不过就是如果有机会聊一聊，觉得这个球队的组成的背景都还蛮有趣的。这个就真的是这个和乐的球队，就不是说我们是打职棒干嘛大家经营没有，我们就是一家人一起来打，就大家有心组成一个球队。对，现在打击的是邱建廷，刚刚韦若凡是打出安打上垒嘛？对，打出安打上垒，然后邱建廷，哇，好球，幸好不是第3好球。打接邱建廷2好3坏球，拉球打出去，二垒方向滚地球，2手接到之后轻抛给游击手，就落打头边的，哇！忙中有错，这是要算在二垒手的失误上面，本来应该结束这个半局，但是现在反而变成了得分圈上有跑者。接下来打击的是第10棒的吴浩威，就看看刚才这一次游击手的二垒手的失误呢，会不会对球队造成伤害？不管是打球或打棒球或垒球，最怕就是2出局以后才开始的一些攻击。对，因为小失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尤其是2出局之后的失误，你会感觉到说，本来这个半局要回去休息了，对，然后会继续打，如果再被打安打更好，就是好球投手也再多投这几个球，打击的是吴浩威，现在已经2个好球2个坏球了。好，把这个坏球的空间也投掉了，所有全满了。好，结果是一个坏球。你看，希望问题不大。对，这野手失误加投手保送这个是大家觉得最恐怖的时候。我在这边讲，没有所谓对哪一方有，只是这是打球的一种迷信。就是亏啊，对，来 lucky 啊，是。好，现在代跑让吴浩威下场，50号的杨耀威上来代跑，这也考验了投手的一个抗压性。对。荣耀打击的是第11棒的42号邱立伟，这球又是好球，从2人出局没人在垒，弄到2人出局满垒了，说快也是很快。对，打出去，3垒方向的滚地球，先传2垒简单out，守下来好，结果还是留下满垒残垒，没有得到分数，在2局的下半没有得分，目前仍然是1-5，落后给法尼斯。
有人说业余的杯赛也好啦，可能说是这个可能选手也不是说以竞技为主要的要求哈。那但是呢，这年我们都。目前来讲，我们这个主管的机关其实都蛮支持的哈，就是有关于像这样子的运动的赛事转播，它不一定要求一定要是这个全国锦标赛或什么那高水准当然也播，但是像一些学生的比赛、分级的、分龄的哈这些赛事，对，只要提出基本上大概只要提出来这个要求啊，选拔的要求，其实我相信大部分都会有机会啊，多少就是大家多努力啊，就这方面的我看就是。主管机关包括体育署在内，教育部体育署都还蛮愿意去补助这些的赛事转播的哈。这我目前知道是说，他们这边每一的局里这个署里每一年编这个预算也是逐年在增加当中。那当然就是说东西上网，也许上网之后大家打球人回来可以回看，那不了解这个联盟，不了解桃园地区的也可以搜寻一下网络，也可以找到之前的比赛的画面可以看。对，所以这是好事情嘛。对。对球员，对所有爱好打球都是一个好事情。现在是两人出局了，人打击的是张建国。差一点。现在两人出局，没有人再垒。3局上半，法尼斯的进攻。挥棒拉出去，左野方向落地，安打。两人出局之后，这个攻势再起。当然你说这个比赛场地呢，因为就是在桃园青埔的重划区里面盖的这个球场就是当然可能。我就今天看起来，大部分来现场应该还是球员的亲朋好友居多了，对，居多，因为这个比赛场地本身也比较阳春，它没有观众席那又因为刚刚前面也跟这个曼垒的老师也聊过，就说这个场地它没有观众席，然后有灯光，但是开灯还蛮贵的所以如果是要增加观赏的条件的话，就是说你让大家愿意来看比赛可以看比赛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要不然就是要有观众席，然后你至少有点遮阴，让大家不能说这个冒着太阳晒着太阳看比赛，这真的是很辛苦。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不是在太阳比赛的话，那是不是在夜间比赛会比较好大家下了班要打球来打球，要看球的来看球，也不错。但是那个就是要负担电费的费用这个说或者是要有补助，或者是说。以这个场地现在目前是所谓传统灯光钨丝灯光，那个电费比较贵。如果把它改成 LED 灯，对，那个电费就。不过我知道我们原住民朋友这边卧虎藏龙其实不管是弄灯光弄冷气、弄音响的，应该大家都是人才对，没有错。之前看这次的比赛也是如此那有建材行的什么都，我觉得就是看大家要不这样做了对，发报。就所谓的10项技能都可以做出来，其实我们这个球场要盖球场有什么问题？高铁都是我们族人盖的，对，不要说盖一个球场有什么问题，弄个灯光有什么问题？是都没问题。这是需要跟政府还有所有球员大家一起，对，大家在讨论，逐步把这个看球跟打球的这个环境慢慢改善。而且垒球在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活动，运动。哇，这一棒打得非常好，邱耀竹欧巴回来，第一个回来的是江建国，球越过了。好，第二个回来的是黄胜杰，回来2个。今天2个人都已经2次回来了，在3局的上半，好像是再添2分，目前是7-1了。那邱耀祖自己呢，则是上到了二垒垒包。华尼斯的攻势每一局都不断一直在。现在才打到3局每一局都得分。对。那投手决定要换球，然后应该也换了投手。也是姓韦，就是把2垒手换上来当投手，韦若强换上来。应该是兄弟吧。对。韦若强换下来当投手，那现在是掉了7分，这就好。
3换4，4换1。魏德，守备位置。对，内野对调。哦，所以3垒手去1垒手变成2垒手，1垒手变2垒手，对，2垒手变成投手，对，投手去守1垒，对，没错，对，对。像垒球可以有2个兄弟又可以当投手，这真的罕见。哦，真的吗？对对对，很罕见。兄弟都可以当投手，对。所以垒球投手其实不好练，对不对？投手要自己练，要自己练。对，这没有不二法门啦。嗯。苦练是第一个重要的。好，那现在投手去守1垒，1垒手去2垒，2垒去当投手。就再抛挥棒打击出去，平飞球落地，又是一支安打。这支安打呢是由王家宏打出来的哈，打出来之后呢也送回了，黄胜杰。送回了黄正杰，对，好，送了黄正杰，60，对。分数还没加。好，那接下来打击的是99号李明杰，刚好出界。比赛打到3局啊，因为今天这个场比赛就要打1个小时，会多一些反攻的机会。不过也不能够再继续10分下去啊。对对，6分的差距已经不少了。要守住这一局，不然分数会扩大，他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是。好，打出去，向后退，停住。接手。好，接下来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法尼斯队的进攻。不过这个半局再添2分，好，是7比1。3局上半结束，接下来是3局的下半。当然，今天刚刚也跟秘书长聊，那你说在今年整个的桃园的原住民的麦联盟上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就是这一站，对，联盟杯。对，下半年的话11月还有一个桃花源杯。对，啊，这个联盟杯其实最初也是从桃花源杯等于是慢慢演变出来的，对，本来1个杯赛变2个杯赛这样子。啊。不过11月，我觉得这个台湾就是天气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热的时候都要死，冷的时候冷的要死。大家外套穿着都不敢下场，真的。夏天打个球，碰到球棒手都麻掉，都烧起来哈，真的是。真的是冬天11、12月来一个下雨天或者来一个寒流啊，那就不得了。对啊，寒流来早上打8点的，大家都包得紧紧。我以为说都没有人要来，就不要排，可以不要排8点吗？旁边先帮我们烤个火，好不好？哦，没有啦。目前在研发有睡袋的球衣。对。好，回到比赛呢，现在到了2局上，当然是江浩然啊，第2轮的第一棒，一开始就打出一支安打上垒。3局下，韦德西哈的反攻目前是1比7落后。韦德西哈现在还是没有放弃哦。这种态度表现是非常好。其实比赛才打到一半嘛，哈，对，还有机会，才3局下而已。对。接下来打击的是胡成龙，前面也打出过安打，而且落后6分，对垒球来讲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分数，差距不大。提前退出打击区，因为球快要打到他了。对。好，还是一个坏球，一个好球，3个坏球，一个太明显的坏球了。打击的胡成龙，现在再站回来，1垒上有江浩然。这个球有打到本垒板，好球，满球数。
打击出去，中外野飞球会 over 吗？over 啦。这个一直往前跑，跑者也一直跑，打者上二垒，跑者回本垒。江浩仁从1垒到2垒到3垒啊，就没有停下来过，速度真快。追到了2-7，打者胡胜龙则是上到了2垒的垒包，非常好的第一棒的脚程。我想他很有信心啊，这个球接不到，因为他其实可能在外野他跑的，因为他从1垒起跑，他看得到那个球 over 的距离，他判断的非常好。跟守备员的相对位置，他知道这个球应该接不到，所以就一直跑。对，没有错。然后当然3垒子应该也是开绿灯啊，开绿灯，所以就一直跑回来。好，那现在2垒要换代跑。胡胜龙先下，然后呢换上22号的韦若欣。先代跑，先记一下。又是韦家的，对，又是韦家。韦家兄弟到底有几个姓韦的？名单上面我记得他们有6个啊，全队有6个人，1、2、3。对了，选手只有3位，但是所有的领队教练、管理教练还有因为领队总教练跟选手还委若他一个人兼3个位置，加上管理跟教练也是都家族。好，第3棒的林世伟。打击出去拉一个左外野方向平飞球安打，还漏了一下，拼回来了，好的，一口气跑回来，代跑马上就帮忙哈，这代跑韦若欣一下就回来了，再追回1分。那林世伟参与这支安打，上到了1垒，这代跑带的有价值，确实需要他的脚程啊，这个球。对。第4棒的彭诗胜，现在追到了3-7了。挥棒打出去，见高不见远，看落点的位置，就被接杀。对，左外野接杀。彭诗胜是这个半局啊，3局下半，韦德第1个出局数。那跑者还是停留在1垒的垒包林世伟。韦德西亚这个绰号也还不错，吐司88。对啊，我记得他是不是儿子叫吐司？吐司爸爸江肯是不是从小都喜欢吃吐司？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叫爸爸跟妈妈哈，妈妈就是那个麻烦的麻，就叫妈妈。这样写的这个谐音啊，小朋友跟学着小朋友念。好，江肯这个球打到穿越了1垒防区，弹跳球之后，不过右外手很快就把球接到回传了。这个球漏掉了，要来拼3垒，滑浪 ，out，太过于积极。哇！因为球没落到，其实没落很远。对，就在游击手的正前方而已。对。好，那江肯是打出了安打，但是林世伟死在3垒前面啊，变成第2出局数。好，这球打击出去，传到游击传2垒，刺杀出局。吴志荣打出的滚地球，把江肯死在2垒之前，第3个出局数。这个半局，韦德西哈还是攻下2分呢，目前追到了3-7。我们休息一下。
觉得大家打久了也是都慢慢都习惯了。你要不想要来打，你就不会来哈。这个我们没有强迫，非要打不可。没有错啊，这也不是说。老实说当然这次比赛还是设有奖金啦，哈，但是我也是说奖金按照我们奖金好像是25000元吧，哈，冠军奖金。对，那你像一支球队20个人啊，不管是1万还是2万啊，这个真的是不小补冠军是15000块了哈，亚军12000哦。那现在打到季军跟殿军是8000跟5000啊。那你看一个球队15个人呢，一个人分大概300块。应该真的是廉价劳工啊！如果是为了奖金来打，真的是很廉价。对没有了，也是大家都为了一个荣誉感嘛。对，真的是为了爱打球。对。好，现在下半局呢，第一场打的是范立伟又打出了安打。4局的一开始，范立伟有好的开始。法尼斯的第一棒开路先锋今天表现的还不错。今天3支3哦。对。一个球队的开路先锋有这样的表现是非常好。接下来打击的是第2棒的赖嘉欣，在垒上就有威胁了。对。好，2个坏球，一个好球，2个坏球。打了一个界外球，高飞球，有机会接到吗？因为先打到了网子啊，接到也不算啊，接到也不算。2个好球，3个坏球，这是强力左打的一种打击方式，是拉回式啊，这样子左打就一定是往右边拉，对。所以说有时候指导员要稍微注意一下，是要小心。挥棒打又是一个球，有机会还是界外，有机会界外，界外哈，主审跟雷神都是喊界外，都是双手一摊往这边怎么界外前垒打。其实从我们转播席过去看，其实角度还蛮明显，就一开始这个球就不在界内了。对，因为那个标杆很明显从标杆的右侧出去。对，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那因为第2个界外球了，对，所以也3振了。一出局，接下来打击的是杨正浩，还是把球推向右半边，接杀出局，2人出局。哇！赶快再把球回传到一垒，差一点范立伟来不及回来。这第2棒的打击技巧还不错，是球去找人。好，现在2个人出局了，跑者范立伟还是在一垒垒包，然后打击的是第4棒的王家威。挥棒打去高飞球到一垒手后方，有接到吗？接到就出局，可惜差一点没接到，冲过头了。我想旁边的网子可能有影响到哈，对，因为就是已经自己也怕冲撞网子了，所以有一点点影响到自己接球的 timing 跟节奏，而且场地又不熟悉。对，而且那个地方应该还有一些杂草，就是说我们场地，我们毕竟是简易球场，我们不能拿来跟职棒比赛的这个场地的规格来做比较哈。就是说场地出现一些不规则的弹跳啊，或者是外野草皮，都是很常见的。对。好，那这个球打到一垒方向，一垒手自踩垒包，王家威这个球第3出局数，可惜第1棒上垒就后续无力。这个半局没有得分，目前法尼斯还是以7-3领先了韦德西哈。
慢速垒球赛的季军战，韦德西哈对上法尼斯，现在来到了4局下半，第一球就夯出去，但是被三垒手接到之后传向一垒。那么韦若祥第一个出局，4局下。现在打击是韦若凡，刚刚的兄弟投手对调，现在都来连接的棒次打击，这个球坏球。3、4名的球队都是连打，在他们的体力跟专注力上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影响。现在都靠他们的一种意志力来打这种3、4名的比赛。对，尤其是好，那现在韦德决定换代打，把邱建廷换下场，换上52号的志明，罗志明，好，罗志明。韦德这个棒次换上罗志明，那一垒上有跑者韦若凡，在目前1人出局。是。这心脏够强啊！差了1米里的好球，不打。现在当然，韦德是落后的球队啊，提醒一下，就是这我觉得在今天天气这么热啊，你要保持比赛专注力啊，这个球传出去了。看还传一人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而且游击手在后面还接的对，还能补位接到，但是时间上面确实是来不及，所剩不多啊，所以再传就怕的是说爆传啊，一方面不好传，二方面说如果已经知道来不及要硬传，对，万一一垒手没有接好，万一传慢斗那这样子就损失惨重。对，就是会变成买一送一的情况，而且会让韦德西亚的那种信心士气又打上来。好，没关系，现在罗志明至少带着打出了安打，现在打击的是吴浩威，吴浩威这个球结果变成了一个 double play， 4传6传3，哇，非常标准的双杀打。第2出局跟第3出局一下就出现了，那么留下的2垒的残垒，韦若凡也没有办法再往前挺进。这个半局没有添得分数，仍然是3比7落后给0分，3比7落后给法尼斯。因为是打1个小时啊，所以应该还有一点时间啊。现在是要打5局上半了，那5局这个局数应该会打好打满了。可不可以打到第6局就看情况，看5局的节奏如何哈。对，没错。法尼斯当然是希望这个就不要打，把时间拖掉。对对对，那韦德西哈能尽快打到第6局。对，不过刚才那个半局有点可惜啊，就是前面是有机会保送了，只有会到非常好。打出安打。中右。好，积极跑垒，安打还在要来冲2垒 ，safe。他一打出去，他就没有放弃要冲上。是。非常。一直过1垒没有停啊，也没有放慢。对。再看一次。然后打击是第5棒的黄富生。
好，4个坏球保送。哦，差了半颗球。黄富生被保送，然后林梦祥还是在2垒，轮到打击又是前面今天2支2的江建国，而且无人出局。又是无人出局1、2垒。有打到边缘。好球一个。好球的最极限了。不能再好了，再下去就变坏球了。对。好。挥棒打击出去，左外方向的深远飞球，站定位，接杀，然后赶快传向3垒，要趁传进垒吗？开始传2垒，还传3垒，结果 offside，然后黄富生上了2垒，林梦祥上了3垒，江建国自己则是被接杀出。高挥牺牲打，有帮助球队，有推进到的帮助的功能啊，对，就是。因为没有打点所以要看后面的情况。62号黄胜杰上场打击，黄胜杰之前也打出一支接近全垒打的3垒安打，现在是1出局2、3垒跑者，结果挥棒出去平飞球，打到了游击手这边要小心，非常强劲的平飞球，对。那么现在就2位跑者都回来，黄胜杰自己上2垒。这球打得非常好，也非常强劲。游击手是唯一的机会。他其实正向游击手过去对，真的太强了，太强了，就连手套都来不及动。看，哇，一个弹跳，投他来不及了，是一个弹跳球。那么弹跳球的话，你弹起来多高，其实在里面其实不知道。对，其实不知道。1出局2垒有跑者，目前是再拿2分，9比3。9比3。打击的是邱耀祖。邱少祖的打击 power 也不错。前面有一支2垒安打。对。都满。满垒也可以做一个战术，因为1 out 或许可以抓双杀的机会。那现在应该是邱耀祖被保送，黄胜杰还是在2垒垒包。1、2垒有跑者1人出局，轮到打击的是第10棒的张喜。刚前面是黄家宏，对不起，我已经换成代打黄家宏了。有击手火车过山洞。球跟他预判的没有一样。这棒一打出去呢，王家宏也算是安打吧，或者算游击手的失误。但是不管怎么讲，黄胜杰就是靠着这一棒跑回来了，拿下第10分。那原来在1垒的邱耀祖是上到了2垒。王家宏上1垒，然后打击的是第11棒的吕明杰。现在已经得到10分了。然后打击的是第11棒吕明杰。打到棒头上，棒头上面有没有机会呢？德州安打，刚好德州安打。大家也都不敢乱跑，因为真的飞得不远。对，3不管地带是。目前还是1人出局哦。这种打法，投手投出去非常难过。就其实没有打到球心，但是就是没办法解决它。对。轮回第4轮的第一棒，想要打4轮不容易。范立伟这个球打高飞球，左外手就定位，够不够远呢？应该。再往前回传，不敢跑，飞行太近了。在左外野的正前方。好，范立伟这次是今天第4次打击，第1次没有打出安打。对，这个半局的第2个出局数。3垒的跑者也不敢动。那接下来是第2棒的赖嘉欣。
这2天天气都算还不错，天公还有在帮忙，没下大雨。我通常不敢这么早讲，因为今天比赛还没结束啊。我通常都会等到比赛结束的时候啊，就会有被接杀。好了，3人出局赖嘉欣3人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的进攻。不过这个半局，法尼斯再添3分，目前取得了10-3的大幅领先。好的，现在联盟杯的季军战要打到5局的下半，韦德西哈的反攻目前3-10上半局就丢了3分之后，现在有了7分的落差，比之前开赛那个时候1-6，还要多一点啊，1-7还要又回到了这个6-7分的差距了。轮到打击的是韦德西哈的第11棒，邱义伟。这个好球没有捡。好，我们听到大会的 morning call 扣出来了，而且挥棒打击出去，中外方向落地的平飞安打，对这个印象非常特别。我每天早上最讨厌听这个声音，又要上班了。好了。这个比赛这个 morning call 扣出来，就表示比赛要这一局就打到这里比赛结束了，所以5局下半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后1局了。虽然延长了多1个小时，但是也是打到5局。一开始呢，邱立伟安打上垒，接下来打击的是第1棒的江浩然，也是第3次打击啊。所以这2支球队其实差蛮多。江浩然现在才打第3次，那前面那边范立伟已经打4个打席，第4个打席，5局打了4个打席。好，这球打击穿越出去，又是一支安打。韦德西亚现在还是不放弃，又有攻势在展开喽，韦德69号在场，就是再换回原来的打者啊，之前有换过代跑，再换回打者胡成龙，没有人出局，越来有跑者，目前是落后7分，不过法尼斯啊，保险起见。总教练黄汉辉，对，黄汉辉，辉哥自己叫暂停，戴了他的那个固定草帽。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我很羡慕他那件草帽，你知道吗？这是专业的表现，就知道这样子哈。对，这个比赛的经验丰富，对，这种天气，这个帽子最好再大一点，对，大一点。那墨西哥人那帽太好了。好，现在先把比赛回到比赛场上，胡成龙，这1棒要不要捞？不捞就是好球没有人出局，要有跑者，目前是落后7分。最后这个半局啊，要拿7分啊，比赛才能追平。要拿8分就逆转。对韦德西亚来讲是一种非常辛苦的一个最后半局，接近不可能的任务对，但是就打嘛，反正你现在是没有人出局嘛，先打看哈，然后再看看对方有没有保送。就本届目前我们在 A 场地转播赛事还没有一支球队能够单局得到7分的，希望我们不要遇见了哈。遇见也没关系啊，就是让他们尽量打好。像我
我们做转播单位就是中立，希望大家就能，希望大家开心打，对，大家开心打，真的能打到6、7分，我们当然就是帮你拍手啊，对，鼓励，当然鼓励，好球，对两队对大家的表现都是好的，对，好，但是胡胜荣这个对我们的一些观众来讲，看到这种有企图心的比赛，大家也觉得是 OK。是，我们要看一下世界奇观，看一局得12。我之前早上提到那个理事长的结果，他看过一局得12分的，我说哇，我真的我是这个见识浅薄，我没有看过啊。棒球、垒球我都很少看到一局得10分以上，都是12分啊。是。哦，好球！第3棒的林世伟，现在1人出局之后，那还是垒上2名跑者啊。那对法尼斯来讲，现在当然就是抓出局数了。对，这2个跑者都回来都没有关系。对，林世伟打全垒打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叫他捞啊，就捞得很深很远，但是左外野就定位，就定位了。好，2人出局。那江浩然还是在1垒，邱立伟还是在2垒。在这场季军战的最后一个打席吗？不知道。彭时胜必须要能够上垒，才能够继续延续比赛下去。我们的裁判在第3个出局数之前手还没举起来，他们都有机会。抛的比较低，但是进了好球带啊！抛的越低越容易控球啊。对，然后3坏满球数，2人出局，1垒有跑者3比7，5局下半最后的反攻，这棒捞出去，左右方向落地，这是一支安打，而且这个安打可能会掉2个垒包，2垒的跑者跑回来，1垒的跑者上2垒，上3垒吧，2垒。也只停在2垒包而已，对，只跑了1个垒包而已，所以跑回来是邱立伟。彭时胜打出了安打，现在得到了第4分，比较保守的跑垒方式，因为他那一分也不是最重要的。是的。同样打击的是第5棒的江肯，还是2人出局，1、2垒有跑者。但多添了1分，追到了4比10。连投了2个坏球。挥棒打出去，打了游击2垒方向滚地球，2垒就要传到1垒，刺杀出局。3人出局结束了5局下半，韦德西哈进攻只得到了1分，那最后被追到4比10，但是还是在季军战呢，以6分的差距败给了法尼斯队。恭喜法尼斯取得了第8届联盟杯的季军，那么韦德西哈则是拿到殿军。这场比赛呢，2支球队啊，看到其实打击火力也相当的旺盛。对，2队总打了29支安打。没有想到多打10分钟，差这么多。对，得了14分，打了29支安打哈。当然，比赛到最后的，其实你也看到，几乎局都有得分机会，局都得分啊。最后想关键可能还是在于5局上半最后那丢了那3分，那3分如果没有丢，可能差距还会比较接近一点啊，4比7，就2分、3分跟6分的落差，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在。没有错，因为球赛在后半段如果在失分，对后方都会有一种压力。对。比赛在最后的关头呢，我们还是恭喜法尼斯啊，在今年呢，等于是以桃园地主的身份呢，就留下了前3名的成绩。对，那么也是恭喜韦德西哈游啊，来自宜兰的靖宇啊，这支球队呢，今年还是打进4强。对，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结束，我们也感谢了桃园市原住民慢速垒球联盟的理事陈维良。大哥，谢谢，感谢欣赏这场比赛。我们休息一下，再进行了今年第8届的慢速垒球联盟杯锦标赛的压轴冠军好戏冠军战。